血滴子以戈为囊，内藏快刀数把，痛以机关，用时趁人不备，囊罩其头，拨动机关，10步之内取人首级，是为冷兵器时期战斗工具之极致。创建于清雍正时期，专为清除异己之秘密武器。组织与血滴子同名，每代7人，犹有袭之，是清朝的暗之极致，执行暗杀任务从无失败。彼时汉人尽遭朝廷压迫，反清组织木人帮，树立反清旗帜，首领天狼精通医术，自诩通灵能见异象，手下尽是被满人剥削到极致的汉人，因此深得民心，日益壮大。朝廷委派血滴子追捕天狼，天狼被叛徒出卖，身陷围剿，血滴子照头未死，却被生擒。屯阳塔下满墙的头骨遗骸记录着血滴子历代的成就。血滴子队伍中只有一个女流穆森，只因她是统领宫娥的女儿，生来便是要世袭统领之位的。为此，即便宫娥最看重队长纳拉冷，甚至说过，如果他是自己儿子就好了，可统领之位还是要传给女儿。隔日，天狼被官兵押解游街示众，欲要当众处斩，以儆效尤。既然游街，便会有人劫法场，这是自古不变的套路，场面顿时纷乱不堪。藤甲兵驱散所有民众，见不得光的血滴子才敢出现。血滴子成员如鬼魅般辗转腾挪，急于立功的穆森将血滴子击射出去，霎时凛冽的煞气搅动四方风云。未料一向无往不利的血滴子此次竟未立寸功，甚至被天狼顺势牵引，不过数息便将穆森轻松拿下。此时方才反应过来的血滴子们纷纷祭出杀气，虎视眈眈。哪知天狼身前尽是些死士，火药爆开，不仅引发大片骚乱，还引起了联合反应。待烟尘散去，天狼早已无影无踪，只有一个女木匪被炸药波及留下。这是血滴子的第一次失手，甚至还丢了未来的统领，也让早就有心让火枪队替代血滴子的乾隆下定决心，派遣御前侍卫海都率领火枪队跟随血滴子一同前去围剿木匪。一行人带着女木匪纵马前往边关，但只有带队的冷清楚海都为何而来，因为两人从小就是乾隆身边的包衣人，只不过一个一直跟在乾隆身边，另一个进了血滴子。而此次行动，乾隆不但会清剿木匪，同时也会将血滴子一并除去。武关镇是木人帮的大本营，正如数千年的大楚兴、陈胜旺，凡夫俗子想要起事，总要搞点封建迷信，再加上一口鼓舞人心的话术，天狼便成为了众人拥戴的领袖。为此，哪怕血滴子们见到了天狼，众目睽睽下也是不敢轻举妄动。而当他们打探情报归来，本来留下一个兄弟看守女木匪，如今却是被人杀害，死相凄惨，女木匪也被人救走。血滴子悲愤不已，顺着打探到的情报仔细分析，天狼总会为常人不敢靠近的天花病人医治。他们猜想天狼也许就在那里。而当他们径直闯入，发现这里虽然不是木匪的藏身之处，却是木人帮秘密制造火药的地点。许是因为天花病人的特殊，这里没有任何防范，所以他们轻易捣毁了这里。血滴子向来冷血无情，只知杀人，他们也从无善念。此举无疑让天狼大怒，在闹市处贴下公告，告诉冷想要穆森就拿自己的命来换。海都告诫他不要去，因为他们的命从来不属于自己，是属于皇上的。冷知道血滴子终将不复存在，只是请求明日赶在火枪队到来之前，由他们拿下天狼的人头，事成之后放过一帮兄弟，自己会跟他回去面圣。海都没有回应，只是默许了他的请求。与此同时，天狼面见饱受折磨的穆森，告诉他自己的故事。他也曾有着平凡安康的生活，只因文字狱的罪名被无辜牵连，父兄更是惨死于血滴子之手。穆森跪倒在地，自己身为杀人工具，犯下诸多罪孽，埋藏心底的人性被唤醒，为曾经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。次日，血滴子与海都等在镇中心，大批手拿农具的村民出现，天狼也在众人的高呼中迈步而出，而穆森也被押解一旁出现。血滴子们见到同伴就要上前解救，海都却是叫住本欲出手的冷，随即一声枪响，响彻整座村镇，子弹命中了天狼身边的女木匪，正是本该很久后才会出现的火枪队。此时射击的目标不仅是木匪，还有处在下方的血滴子。冷难以置信看着海都，因为血滴子与天狼都在这里，所以海都撕毁了约定，准备将他们一并除去。
血滴子刚想还击，却发现距离不够，根本伤不到对方。果然，冷兵器被热武器取代是大势所趋。此时，穆森毅然背起女木匪，天狼指挥着众人撤退，而血滴子们也四散逃离，不知所踪。当军报传入京城，乾隆不再掩饰自己的意图，派遣大军进入武关镇，同时以穆森勾结木匪的罪名判处统领宫娥满门抄斩，将远在武关镇的血滴子们定为乱臣贼子。画像贴满告示墙，满城通缉，理由牵强，但均要臣死，无人能够反抗。至于为什么要痛下杀手，乾隆告诉了宫娥答案。你不是说过血滴子不可于10步之内取人首级？可是我有了首级，就不只是。冷兵器是时代的悲哀，一切也不过是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。这之后，血滴子家属被全部处刑，统领宫娥饮下毒酒，自尽于屯阳塔下。血滴子这个暗杀组织不复存在，至于当代的几个血滴子还留在武关镇苟且偷生。事到如今，冷只得说出自己是皇上的人，而现在皇上不再需要他们，能做的只有逃命。可普天之大，莫非王土，更何况各处关卡被封死，他们根本无路可逃。13在市井中被人认出，为了100两的赏银，被人围住，用农具活活打死。而布卡则是被赶来的火枪队发现，还不等他甩出血滴子，伴随着喷发而出的火光，一枚枚子弹在他身上留下大片血洞，也昭示着血滴子的不足。剩下的胡图与陈泰则是被火枪队抓住，陈泰死于五牛分尸之刑，死相凄惨。胡图则是当着冷的面被海都一枪了结。至此，除了冷和穆森，天下间再无血滴子。冷悲愤不已，与海都在草地斗殴，质问他为什么要杀掉自己的兄弟。血滴子是污点，皇上的历史不能留下污点。冷怒斥他是奴才，被恼羞成怒的海都一枪打落悬崖。但冷并没有死，反而是在濒死之际想起了埋藏最深的记忆。曾经他不叫纳拉冷，而是叫王磊。原来他不是满人，而是汉人。当他从记忆中苏醒，入眼的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村庄，在这里没有压迫，自给自足，所有人皆是挂着幸福的笑容，而这里也是天狼真正的大本营。他在这里见到了穆森，此时的穆森与平凡妇人再无不同，满脸的只是平静与祥和。至于为何要救他，说起来还有些荒唐。天狼梦见冷取下了自己的首级，仿佛天要给他一点启示。他所谓的不过是希望人人平等，满汉不再互相欺凌。与此同时，武关镇中为了问出天狼的藏身之处，海都指使火枪队大肆屠杀。如此人间惨剧，令得驻军将领万大人心生不忍，跪地上奉山中地图，只求海都放过此地民众。海都集结火枪队大军，披甲整装杀入山谷，而收到风声的天狼当即着手疏散民众。只因当火枪响起的那一刻，他便知道了自己的无能为力，老弱妇孺全部转入深山，青壮留下为撤退争取时间。此时海都早已率领军队站住山头，命令火炮队伍齐齐发射，一声声巨大的声响响彻山谷，火光划过死亡的轨迹，如陨石般坠入山谷，轻易就摧毁了天狼的所有布置。破坏永远比创造简单，他的心底也涌出连绵的无力感。穆森为掩护牧民撤退，拔出血滴子做最后一搏，还是无力回天，被乱枪穿身。这是他的选择，也是他最终的归宿。天狼立于台上，苍天仿佛也在为这场劫难悲泣。此时地方对了，而人也对了。他终于明白为何会做那个梦，原来他只有被一个汉人杀死，才能停止这场杀戮。他请冷将自己人头带回去，告诉皇帝所看到的一切。冷无声应下，手中最后一把血滴子一闪而逝，取下了天狼的人头，也让海都再次相信了他。带着他一同回京面圣。金銮殿上，冷将感悟到的一切说出。造反皆因不平，而不平来自等级之分。只有将天下百姓一视同仁，世间再不会有反对的声音，盛世才能真正到来。乾隆质问那天会不会到来，冷垂眸，无论何时，他都等不到那一天了。他是天下最后一个血滴子，也是清朝最后的污点。故事的最后，冷被赐死，而乾隆在位60年，成就了满汉一家亲胆全盛时期。
世间宝器神兵层出不穷，诸位可曾听闻以身体当作武器之人？此人号称金臂童，一双神臂不但刀枪不入，甚至还能削金断玉，无往不利。寻常刀兵更是难伤分毫，可这般高手却栽在一个酒鬼手中，这又是何故？古时黄河两岸多发洪水，官府筹集20万两黄金以备赈灾。奈何路途艰险，匪患众多，只得将黄金托付给虎威镖局押运。运镖途中，尤以匪帮七杀谷最为可怕。大谷主金臂童武功奇高，一双铁臂坚不可摧；二谷主人称银枪子，一杆银枪震动八方；三谷主号称铁医生，身着铁衣，手持铁扇；四谷主外号铜头客，头戴金铁钢盔，最喜用铁头功。这4人笑聚山林，凶名可指小儿夜啼。幸好镖局并非孤立无援，镖头杨虎云请来侠侣韩星剑李大侠、冷月剑冷女侠相助，又得长短斧饮酒方石助力。话音未落，有呼声传来，一个镖师急速跑入，却一头栽倒，背后赫然写着7个煞字。未曾想到还未起运，七杀谷便下了7杀令，此行必定凶险异常。镖局开拔，饮酒方石在前探路，七杀谷的水火七绝钩出现，将2人包围。却见饮酒方石胜似庭前信步，诸敌之语不忘谈笑风生，数个回合便将来犯之敌出尽。另一边的冷女侠遭遇了三谷主铁医生，见铁医生看似礼让，便暗自警惕，终究是经验不足，被对方制住。铁医生正欲下杀手时，飞来一个酒坛，一个酒鬼出现，言辞轻佻，只顾喝酒。铁医生恼怒出手，却见酒鬼拳法刚劲，步伐灵活，表面邋遢，实为高手。铁医生一时吃不准，立刻退走。酒鬼替女侠解围后，也是翻身离去。脱困后的冷女侠来到杏花林，与自己的未婚夫李大侠碰面，哪知这里实为七杀谷所设黑店，骤起发难，围杀2人。李大侠逐渐被逼入墙角，墙壁轰然破开，一只毒掌在其背上留下一个黑掌印。眼见不妙，2人招架几招，立即退走。七杀谷正要追击，却被先前的酒鬼随意撞飞，旁若无人，径直走入店内。为首之人是二谷主银枪子所扮，一眼便认出酒鬼乃是天下第一名捕千面神捕海涛。如此高手，自然值得他极力拉拢。海涛闻言不屑一笑，声称若入伙，须得答应他2个条件：一是让他来做七杀谷的老大；二是谷中旧部必须一个不留。一个喽啰闻言，顿时出言不逊，枪打出头鸟。海涛顿时起身，翩若惊鸿，杀鸡儆猴，调笑一番，潇洒离去。而中了黑沙掌的李大侠此时依旧稳如老狗，可这黑沙掌是天下3大毒掌之一，中掌之人只能活1个对时。李大侠嗤笑，想他未学走路便先学内功，这20年的内家功夫难道还是摆设不成？但你真的认为他就没事了吗？当然不，我至少可以活2个对时。不愧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冷女侠气急，与其赌气，转身再看，李大侠已不见踪影。冷女侠只好先行与大部队会合，未料七杀谷早已在客栈挖下地道，四谷主自地道爬出，阻拦众人，为手下搬运黄金争取时间。但孤军作战，任凭他铁头乱撞，也架不住3位高手联合围杀。可惜祸不单行，大谷主金臂童此时杀上门来，他志在黄金，又依让自己金臂不破，无人可拦，使3大高手如无物，傲然离去。郊外三谷主带着黄金急速奔行，车轮却是无端掉落，海涛这才自车底翻出，铁医生当即向他出手。海涛见招拆招，沉着应对，可对方身着铁衣，雷打不动，又有一帮喽啰从旁掠阵。海涛取下奇枪击退小兵，长枪锋锐，却依旧破不了对方防御。灵机一动，翻身越过马车，铁医生紧随其后，刚好被海涛一枪刺入胯下。这般男人不可承受之痛，令铁医生当场暴毙。海涛解决剩下喽啰，翻身跳入草丛，金臂童随即出现。见到此番场景，他当时便知是何人所为，出言挑衅，见他不出来，自己一人又无法带走黄金，只得先行撤退。等到镖局赶来时，海涛才悄然退走。这边落单的李大侠被二谷主截住，见他身中黑沙掌，就要捡个便宜。可怜李大侠越是运功，毒素流转越快，头晕目眩，难以抵挡对方银枪。
正要得手时，海涛再度出手阻拦。此时冷女侠适时赶到，眼看再不走恐怕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银枪子立即退走，而海涛则是在冷女侠眼皮底下将李大侠带走，来到一家砖窑将其丢了进去。熊熊烈火，李大侠自酷热中苏醒，却是无法逃出，只能承受大火焚烧。幸亏有20年的内家功夫傍身，否则常人早已化为灰烬。再出来时，身上毒素已是尽退。如此怪异的解毒方法，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而镖局一行再遭毒手，七杀谷不仅在他们休息的地方布下毒针，就连道路上也不例外。无奈只能将木板拆下绑在脚底，众人纷纷效仿，才安然度过。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七杀谷早已算好镖局脚程，料定他们必在小镇酒楼过夜。镖局众人为防不测，没有点亮蜡烛，只凭自己的火把取亮。可此地的饮水都被下毒，猝不及防又损失数人。此时海涛现身与众人会合，见众人未点蜡烛，看向一旁火把，顿时面色大变，叫众人退出酒楼。待火把烧断铁圈时，立时翻身退出，同时飞速关门，防止毒烟外泄。原来蜡烛不一定有毒，可铁圈却多半暗藏杀机。幸得他观察敏锐，又帮众人逃过一劫。连番案件导致镖局队伍所剩无几，一众镖师心生惧意，请辞退走。余下的只有李大侠夫妇、镖头杨虎云和长短府饮酒方石，以及暗中守卫的海涛继续前进。饮酒方石照例充当斥候，二股主银枪子早已在此等候多时。银枪如龙，率先与方石激战，见到手下喽啰被饮酒逐一突灭，命手下接替自己缠住对手，自己则射出暗器偷袭饮酒。饮酒中招，战力大降，轻易被银枪子一枪毙命。见同伴身死，方石含怒出击，奈何银枪子枪法卓群，绝非弱手。正全神贯注时，被小兵趁机偷袭，反手一斧将其解决，自己却也是穷途末路。银枪子见状得意不已，哪知方石竟强忍剧痛，临死一搏间将对手一起带走，两人就此同归于尽。此后从不合群的李大侠独自上路，也是恃才傲物，持剑对上金碧铜。人之肉身如何能抵挡兵刃？可他金碧铜显然不在此列，长剑斩下，竟发出阵阵金铁之声。而李大侠心浮气躁，难以人剑合一，一身功力已失去6-7，被金碧铜捏住长剑卷出数圈后夺入掌中，反手一剑将李大侠残忍斩杀。姗姗来迟的冷女侠就要复仇，金碧铜不屑一顾，准许他先逃命3天。此时一根竹筒伸来，躲在一旁的海涛借此传音，嘱咐他先行离开，1个时辰后再来报仇。自己则是大拉拉的喝酒，等待金碧铜到来。未过数语便缠斗在一起，两虎相争，必要决出生死。赤手搏斗，海涛不占上风，杨虎云将自己的大刀丢给他，不想金碧铜不仅刀剑难伤，金刚打造的宝刀在其手中亦如泥屑碎纸般化作一滩。海涛只能掏出自己的独门小叉继续迎战，利用叉中所藏细链将对方双臂制住，随即一口酒液喷出，正中金碧铜面门。金碧铜立时双目失明，难以再战。本以为即将攻城再无威胁，未料金箱中一道人影钻出，瞬息重创海涛。再看时，此人相貌竟与杨虎云一般无二。数年前江湖中曾有传言，仙铜双煞，金碧铁角，他乃是曾与金碧铜齐名的铁角童。当年金碧铜雄霸七杀谷，铁角童势单力薄，便蛰伏下来，隐姓埋名开设虎威镖局。既已得手，他立刻将替身除掉。如今他有了这20万两黄金，就能成立比七杀谷更大的组织。当务之急自然是斩尽杀绝。金碧铜虽双目失明，可依靠听声辨位，再加上高深武艺，铁角童一时间也是奈何不得。不过他也很快发现这点，金碧铜立时成了无头苍蝇，接连吃亏。正当铁角童欲下杀手时，海涛跳起阻拦，原是他根本没有受伤，火力全开，再战铁角童，腿法刚猛，亦是不输对方，一掌将其击退时，窥伺一旁的金碧铜瞬间洞穿其腹，精心算计，终究难逃一死。双目失明的金碧铜本想就此退出江湖，冷女侠挺剑刺穿其腹部，金碧铜当即准备反击，可回头一想，自己本就打算归隐，这般结束倒也痛快。海涛无言，如今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剩下的路途再无阻拦，他可以放心交付给冷女侠了。
只愿这些黄金尽数送到灾民手中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。这是一柄奇特宝剑，因其剑刃可一分为三，随意操控，故称为三刃剑，能在出其不意的角度伤人。主剑用以进攻的同时，两柄辅剑可旋转而出，忽分忽合，杀人无形。即便是绝顶高手，也要屠乎奈何。明朝成化年间，皇帝纵容宦官弄权，设立东西二场，监视文武百官一举一动。东厂把控百官生死大权，西厂负责为皇帝刺探情报，滥杀贤臣，权倾朝野，京城百官无不闻风丧胆。这日，东厂督主万玉楼巡查水师造船厂，名为监工，实则为排除异己。或许是出门时忘记看黄历，两个江湖剑客杀入场中，就要在他眼皮底下救人。更有一黑衣剑客从天而降，锋芒内敛，睥睨诸雄，一柄快剑在手，常人难觅其踪。任凭万玉楼自喻武功冠绝天下，佛有金甲护身也无济于事，终是当着诸多东厂护卫的面被其一剑斩杀。剑客名为赵怀安，本为忠臣旧部，因遭东厂迫害，不得已流落江湖。身在江湖，依旧忧心国事，虽聚集侠义之士，半年来接连诛杀东厂头目。如此踪迹不定的强者，令东厂残部犹如芒刺在背。彼时，西厂督主宇化田恃宠当作，派头十足，嘲弄东厂全是酒囊饭袋，并当众展示了一番什么才是真正的绝顶高手，气质阴柔却威势凌人，言行之间就差说一句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自身更是深得万贵妃宠信，如此这般，东厂也只能咽下口气。随后，宇化田应召前往后宫，万贵妃虽得皇帝宠信，自身却无法怀上龙种，更是天性善妒，指使宇化田监视宫女，以防有人私怀龙种。这次又有3名宫女被暗中处决，却有一名叫苏慧荣的宫女逃出皇宫。西厂派人前往灭口，把守渡口，戒备森严，却有一蒙面侠客坐于铁索之上。待拦住过路河船搜查，苏慧荣果真藏在其中。西厂3当头一时眼神，手下便要痛下杀手。此时铁索上的侠客不再做事，飞身而下，寒光闪烁间刺伤大半侍卫，随即轻松压制3当头。江湖风雨遮不住悠扬嗓音，以3当头性命威胁他放开苏慧荣。明明是个女子，却自称赵怀安，令得在旁观望的赵怀安本人都有些啼笑皆非。女子名为凌艳秋，3年前曾与赵怀安结缘，这般行径摆明就是为了引他相见。但赵怀安并未如他所愿，一句感慨道尽了江湖往来客。寒江孤影，江湖故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之后，赵怀安暗中一路护送，西厂紧随其后，宇化田更是亲自出手，料定凌艳秋2人必会走水路北去边关，到时只需在其必经之路龙门守株待兔即可。赵怀安等人强闯行舟，一为阻拦，二为试探。西厂大当头环头抱眼，鬼脸遮面，手舞双剑，攻守兼备，2名侠士合力也是不敌。赵怀安则直取宇化田而来，然而3刃剑一出，招式诡异莫测，令得赵怀安一时都难以应对，只能一剑逼退大当头。一位侠士舍身挡住追兵，剩余2人得以逃脱。2日后，凌艳秋2人来到龙门，还未坐稳，西厂密探已经来到客栈，2人立即逃至屋外。此处聚集着一帮鞑靼人，西厂2当头与鞑靼女首领小文发生口角，一番过招后，双方各自克制，就此收手。西厂却发现了苏慧荣的线索，知晓2人已到龙门客栈。凌艳秋自知暴露，赶忙躲避，却是好似极为熟悉客栈机关，带着苏慧荣躲入暗道。原来她便是这里的老板娘。3年前烧毁龙门客栈，借着赵怀安的名字闯荡江湖。此时天有异象，龙门黑沙暴即将来袭，到时方圆百里都会淹没在风沙中，客栈也将不复存在。与此同时，宇化田也来到了50里外的驿站，广收附近各路商队避难，只为找出藏在其中的赵怀安。然而入夜，黑云压城，赵怀安只用了一双鞋就识破了他的计谋。趁官兵搜寻之际，一声呼哨，靠着自己的爱马成功逃出。
而龙门客栈中留宿的两方人马再起冲突，此时又有过客制打破了紧张的气氛。来者乃是大盗顾少棠与其随从风里刀，因其长相酷似雨化田，二当头吃不准出言试探，小文也对其十分中意。如此两方暂且收手，偃旗息鼓。为确定自家督工身份，西厂派人到驿站禀报，得知龙门客栈竟有人与自己极为相似。雨化田心生疑起，欲以假乱真，将所有目标连根拔起。一句龙门飞甲，便知真假，作为暗语确定身份。深夜，客栈伙计潜入暗道，不仅顾少棠前来会面，甚至还有小文与其心腹大块头。原是风里刀专门买卖江湖消息，传言龙门曾有神秘古国存在，大批宝藏虽其埋葬在黄沙中，龙门中每隔60年都有黑沙暴吹开大漠，如此每过一甲子便会令古国现世。如今一甲子将至，三路人马聚首，正是寻找宝藏的最佳时机。为稳住西厂密探，风里刀假扮雨化田，寻找西厂密探套话，气焰嚣张，狐假虎威。纵使二当头察觉不对，未确定身份前，也只能强忍怒气。此时前去驿站的密探回归客栈，却未察觉赵怀安暗中跟随而来。见风里刀狐假虎威归来，虽告知他真实身份已经暴露。另一边，顾少棠认为这里应该不止一条暗道。暗中的苏慧荣慌乱间发出声响，立刻惊动了未走的几人，强行破土寻路追出，甩出暗器逼迫林彦秋现身。顾少棠激射出大批暗器用以对战，尾部带环，环环相扣。随后而来的暗器还能借其旋转度再度攻击，却被林彦秋以一柄长剑进阶挡下，栖身一剑制住对方，却与赶来的赵怀安撞了照面，一时分神被顾少棠所伤，幸亏风里刀从中制止，才算作罢。一别3年，两人终于再见。林彦秋踏遍天涯海角，只为寻找他的踪迹，只可惜他依旧忘不了曾经那个为他而死的女子，劝他就此离去，逍遥自在。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，终究还是辜负了他的一片情谊。而余下众人都与官兵结怨，待到吕化田率军杀到，这里的所有人都将葬身此处。为今之计，只有结盟，将计就计，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隔日驿站外，吕化田集结手下西厂侍卫，扮作风里刀率队杀向龙门客栈。客栈里，风里刀暗记前来试探，昨夜报信的密探说出暗语龙门飞甲，眼见不得回应，心中便有了算计。风里刀装腔作势进屋，配合同伴将西厂等人调虎离山，趁机翻箱倒柜拿走西厂服饰，随即假扮西厂大军而来。二当头正欲口对暗语，不想风里刀提前说出，原是他听闻密探所说暗语，回头细想，愈发觉得此话意义重大，冒险一试，果真正中下怀。如此，二当头信以为真，听从风里刀之命返回客栈。等到一时中计，已是悔之晚矣。屋外众人齐齐放箭，顿时令西厂密探损失惨重。此时顾少棠传来消息，雨化田人马即将到来，众人不再动手，即刻撤退。西厂密探也知晓自己上当受骗，等到西厂人马杀来，高呼暗语后，二当头顿时气急败坏，招呼手下齐齐放箭，一时间箭雨纷飞，西厂人马自相消耗。等到时机成熟，附近观望的众人合力杀来，顾少棠手舞大刀对上大当头，却是功力不及对方，落入下风。眼见就要遭劫时，赵怀安持剑挡住大当头，在对方袭杀而来时，一招飞身荡剑将其斩杀。小文则是对上早已结怨的二当头，两人实力相当，僵持许久。此时得以抽身的顾少棠前来相助，二人合力将二当头力毙。寻找雨化田的侠士却没那么幸运，临死前虽成功将对手反杀，却再难拿旗子为赵怀安指引位置。幸得林彦秋去而复返，挥动大旗将雨化田攻势尽数挡下，也为赵怀安指点了方向。赵怀安随即向雨化田杀去，甩动铁链将飞来剑刃挡下，虽依旧无法破解，却是已经能够游刃有余，令得雨化田难以操控剑势，一时不察反而伤了自己。此时大漠龙卷已初具其形，电闪雷鸣，气势骇人，剩余几人急忙躲入暗道，赵怀安两人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一根铁链牵引，在龙卷风中依旧厮杀不断。狂风之下，龙门客栈化为碎屑，风暴中的两人掉进客栈中的残骸之中，只能紧抱木柱，以防再被吹走。客栈犹如风浪中的孤舟，坠入深渊。
待风沙散去之时，埋藏一甲子的古国再度重见天日。众人齐齐赶去，依次进入古老的王城。当来到王宫大殿后，却发现两人竟是奇迹般未死，原是残骸刚好掉在王宫房顶，令二人侥幸逃得一命。然而多年来从未有人得到宝藏，只因1个时辰后又会有一场风暴将此地再度掩埋。雨花田劫持顾少棠，双方再度斗智斗勇。赵怀安让其他人得宝离去，实际准备自己留下和雨花田同归于尽。几人凭地图找到出口，未料苏慧荣趁林彦秋不备，背后偷袭将其重伤。原来他竟是西厂派出的卧底，利用细小锋锐的西域金蚕丝布下陷阱，阻挡他们追赶。回到大殿，正欲偷袭赵怀安时，却被其提早察觉，未能得手。这时风暴即将袭来，余下众人爬上屋顶，大块头奋力推下残骸，为赵怀安两人创造生路。另外两人也想借此逃生。苏慧荣与顾少棠比拼暗器，却是略中一筹，身中数刀，最终死在自己布置的金蚕丝下。林彦秋纵身落下，被雨化田攻势缠住。危急时刻，赵怀安出手挡下，三人在狭小的空间你来我往，稍有不慎便会粉身碎骨。赵怀安不慎被长剑刺中，奋力一脚将雨化田踢开。林彦秋顺势施展玄剑招式，瞬间将对方力毙，令其成为古国的陪葬。许久之后，众人各自分散，林彦秋纵马离去，而赵怀安自昏迷中苏醒后，同样翻身上马追寻他而去。顾少棠决定留下重建龙门客栈，等着二人归来。风里刀则是放声大笑，人生不过一甲子，他要去京城尝尝做官的滋味。凭借着极为相似的相貌，顶替了雨化田的位置。为了避免暴露，联手小文将万贵妃毒杀。至此，一场恩怨由他而起，也因他的暴毙而落下帷幕。这柄刀乃是天下第一铁匠所铸，趁月圆之夜打造，需用1780人性命以祭刀神，重达82斤，照夜如昼，白日生寒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刀者非死即残，伤口难以痊愈，身体会快速衰老致死。而与之相对的，则是一柄由刀刃组成的配伞，伞柄处配有机关，可将利刃射出，重创对手；也能将两柄配伞结合，借助地势快速滑行抵挡攻击。两种武器一阴一阳，当二者相遇，谁又会胜出呢？故事发生在一个架空的时代，群雄并起，战乱不断，有2个国家割据一方，一者号称燕国，一个名叫沛国。燕国实力强大，强借沛国疆土靖州数十年，沛国势弱，只能联盟求和。这一代的沛王只求安稳自保，哪知当手下大都督子瑜自靖州归来时，声称已经向靖州守将杨仓宣战，不日就要靖州城下单独决斗。沛王闻言如同五雷轰顶，且不说沛国能不能承受燕国的怒火，单凭杨仓的神刀就无人可敌。沛王质问他能有几成胜算，子瑜面沉如水，言称最多只有3成。沛王这下彻底崩溃了，子瑜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，君臣二人关系向来不和，这次依旧是不欢而散。为了缓和两国关系，沛王命大臣鲁延前往靖州，将自己的妹妹清平公主嫁给杨仓的儿子杨平，联姻求和。少有人知道，如今意气风发的子瑜不过是个替身。替身自古有之，人称影子。影子必须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，替主人驳回一命。影子又必须与真身互为一体，令旁人真假难辨，如同孪生。而真正的子瑜早在1年前与杨仓决战时被其神刀所伤，身体逐渐衰败，形容枯槁。为了能够复仇与继续掌权，于是秘密启动了影子计划，自己则躲在暗无天日的密室中，研究如何破解杨仓的刀法。而贾子瑜本是靖州平民，8岁那年在战乱中与母亲失散，因样貌与真子瑜极为相似，被子瑜的叔父收留，秘密训练，取名靖州。为了有朝一日能与母亲团圆，靖州不得不听命子瑜，在身上留下与对方类似的伤口。为了能够以假乱真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子瑜还会在旧伤上再添新伤，逼他将能让伤口腐烂的药生生抹在伤口，每次都会令靖州痛不欲生。子瑜告诉靖州，已经找到了他失散多年的母亲，就安置在靖州城里，拿下靖州城就可以母子团聚。靖州作为影子多年来极为凄惨，
子瑜的夫人小爱见他可怜，时常会暗中关心他。两人在外人面前假装夫妻恩爱，入夜睡觉时仆从离开后，靖州则是打地铺，两人从未有过肌肤之亲。次日朝堂之上，沛王以违抗王命之罪，不顾众位大臣劝阻，将甲子瑜革去职位，贬为白衣庶民。沛王还要查看甲子瑜身上的伤势，查看过后质问为何是新伤。甲子瑜立刻声称，这是为了记住败在杨仓刀下，杨仓一日不除，自己的伤便一日不能痊愈。小爱将朝堂上的事讲给甄子瑜，夸赞靖州做得不错。子瑜不屑一笑，自己伪装的伤口不可能被识破，沛王不过是在试探而已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子瑜与夫人小爱一直在训练靖州，寻找如何破解杨仓的刀法。子瑜以棍带刀，靖州则以沛国独有沛伞迎击，却始终找不到破解的方法。还是小爱有所感悟，杨仓的三合肃杀刀法至阳至刚，而沛伞胜在阴柔绵长，再加上女子的身法入沛伞，阴阳相克，说不定能以柔克刚。实验一番，果然效果显著，只是这个方法需要靖州与小爱身体紧贴才能心意相通。靖州在子瑜的命令下与小爱身形合一，很快就习得了破解方法，两人的关系也逐渐密切。沛国朝堂上，鲁延带回了靖州城联姻的消息，杨仓父子同意联姻，并送出了贴身匕首当作信物。但杨平已经有了妻子，清平长公主嫁过去只能做妾，此举无异于是在羞辱沛国，可沛王却答应了。大将田战怒发冲冠，声称沛国迟早要断送在沛王手中。沛王大怒，同样将他革职。田战在朝堂上发泄怒火，就在沛王要射杀他时，长公主将其拦下，不仅同意了联姻，还将信物收下。靖州城里，杨仓收到了消息，如今沛国自损2员大将，还同意了联姻。仰仗着靖州天险易守难攻，杨仓便放松了警惕，将大半士兵调走，只留下800士兵守城。而被贬后的田战来到一处竹林，见到了等候多时的靖州。他奉子瑜的命令而来，竹林后关押着100名死士，他请田战训练这些人，以备将来夺取靖州城所用。随后又带着田战见到了真正的子瑜，子瑜告诉田战，当收复靖州城后，就会夺取沛国王位，自己如今的位置就是他的。此后，田战日夜训练死士，当攻城之时，夺回靖州城的时机也已经到来。子瑜问靖州是否还记得回家的路，靖州回答道，自己无时无刻不想回家。出发前一晚，小爱知道他此去凶多吉少，靖州也明白自己只是一个诱饵，唯一的作用是拖住杨仓，而他愿意前往，只是因为爱上了小爱。经过长期相处，两人早已心意相通，做了一夜真正的夫妻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暗处里子瑜将一切看在了眼中。隔日，靖州城站台方舟前来挑战，方舟暗中藏有那100名死士。待靖州将栈桥放下，田战当即收到信号，死士们纷纷潜水进入靖州城，只是未料到长公主也混入其中。站台之上，杨仓手持大刀，靖州则打开了铁质佩伞，用出女子的身法与杨仓对战，伞与刀堪堪擦过，成功挡下了对方一合。而100死士也成功潜入靖州城，利用诸葛弩将侦察兵射杀，彼此将2柄佩伞结合，人则在其中躲避，利用机关借助地势在街道上快速滑行。周围守城士兵射来的箭矢无法突破佩伞防御，反而被死士们的弩箭击杀。死士们快速通过了封锁。杨平得到消息，领军杀来，死士们则举起佩伞，发动机关将伞面刀刃射出，瞬间重创敌军。而另一边，靖州也与杨仓战到了3合，手中佩伞加上身法，险些令杨仓大刀脱手，以轻伤的代价成功接下3合。但转头一望，杨家战旗还在，这意味着他必须继续拖延下去。此时双方已经拼杀到战旗处，长公主与杨平拼死一战，却还是一招不慎被对方砍成重伤。他性情刚烈，只为向杨平讨一个说法。杨平刚想凑近听个仔细，却被他用匕首一刀割喉。那是2方联姻的信物，终究还是物归原主。
此刻再无阻拦，田战上前将战旗砍倒，宣告着靖州城重回沛国手中。杨仓知晓儿子已死，悲愤间向靖州发泄怒火，正要拔下身上刀刃将他解决时，靖州甩手轻弹，刀刃随即将杨仓割喉。攻城的靖州在城中策马，回到魂牵梦萦的老房子，与母亲相见，却发现母亲已经被人暗害。此时数名杀手冲入房间，靖州明白这些人定是子瑜派来灭口。一个影子失去了利用价值，自然会被抛弃。危急时刻，一个人出现为靖州解围，而他竟然是沛王派来的人。沛王得知长公主身死，悲痛万分，难以自持。许久后回到沛国，首先便要论功行赏。此战首功自然非大都督莫属，可来人却是险死还生的靖州。与此同时，一群黑甲武士也杀入都督府密室，势必要将子瑜除去。而沛王则是屏退了所有臣子，只将靖州等人留了下来，随即挥剑将鲁延斩杀，只因他就是杨仓安插的内应。原来沛王一直扮演猪吃老虎，子瑜作为都督位高权重，这一直是他的心腹大患，隐忍到现在不过是为了将其拔除。而靖州完全可以取而代之，他需要的是一个俯首贴耳的子瑜。此时一个黑甲武士带着子瑜的首级前来复命，然而当沛王打开盒子，里面却是空空如也，随即长剑透体而出，原来武士正是子瑜假扮。子瑜命靖州彻底解决沛王，然后带着小爱离开，自己会留下承担一切后果。靖州捡起长剑，正要动手时，突然反手一剑将扑上来的子瑜重创，对方手里的剑也随之掉落。事到如今，他又怎会听信这个人的蛊惑？靖州将地上的面具捡起，戴在了子瑜的脸上，再将沛王放置在其身旁，最后把长剑放在子瑜手中，制造武士将沛王杀死的假象，随即提剑走出大门，宣告沛王遇刺，自己作为子瑜铲除刺客的消息。是的，此时的靖州不仅准备取代子瑜，更是生出了顺势称王的念头。小爱反应过来，疯狂跑向大门，却在将要开门时突然顿住，似乎看到了极为出乎意料的事。影视张艺谋执导的动作片，由邓超、孙俪、郑恺等主演，全片采用大量黑白化处理，达到像中国水墨画的质感，为观众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。这是一个关于替身的故事，也是根据三国中的故事改编。燕国与沛国就是蜀国和吴国，沛王就是孙权，子瑜就是周瑜，杨仓便是关羽，其中借鉴的也是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。电影的最后也是开放式结局，小爱为什么露出惊恐的目光，随后又变得释然？网友们的说法各不相同，那么各位观众认为是什么原因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